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， 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晚饭后赵丽颖协助，一大早零更新与同伴到民宿门口探望。日前，多家媒体晒出赵丽颖在凤凰星夜中为林更新编发的动人画面。画面中，林更新抱着赵丽颖的小腹，颖宝背对着镜头，煞费苦心整理着林更新的头发，太甜了。9月3日，小韩看到赵丽颖、林更新等人在横店吃晚饭。大约在同一时间，头戴白色渔夫帽、身穿白色长袖 T 恤的赵丽颖在同伴的搀扶下离开了旅馆。赵丽颖坐上副驾驶，告别同伴，乘车离开。将近12点30分左右，林更新头戴棒球帽，身穿海军蓝短袖，带着同伴出现在旅馆1楼。出镜图上，一名男同伴用紧握的手拍了拍林更新的手臂，正巧两人有严重的强项。离开住处之后，林更新在玄关与同伴交谈，与异性同伴击掌后，林更新乘车离开。02，诚意传送成功，将参加大6，两个古装男神将在一个类似的外壳中。杨紫和诚意主演的《沉香如碎花》正式完结。随着这部剧大结局的传出，大家也开始关注这部剧的评价。由于该节目过去的分数没有超过及格分数，因此同样引起了很多争论。无论如何，事实上，以诚意自己的表现来看，他的演技还是值得肯定的。诚意通过之前的综艺节目《琉璃》一炮而红，之后接触到的资产都是大型创作。这一次，在新剧中，他担任3角角色，每项工作的知名度都异常的高。或许有人会说，这是一场特别有趣的展览，也逐渐引起了很多粉丝的关注。最近，关于电视节目是否已经到达可行的传输节目，有各种原则。说实在的，诚意在这部剧中男主的表现真的很惊艳。他独自承担了3个部分，3个工作的个体完全不同，但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掌握各种工作的大小。节目播出后，诚意的地位也再次起飞，有消息称他将接触到的资产依然是 S 加。事实上，看到诚意不断取得的成绩，粉丝们也都格外的欣慰，因为他真的出现得早，但直到2年后，更多的人才开始关注。事实上，合理的工作对艺人来说确实很重要。如果他们能找到一份合理的工作，他们可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成名。但假设很难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，几乎可以肯定的是，不断的出名会很麻烦。王鹤棣今年晚春的恶名，同样是名副其实的典范。当提到2位男艺人时，他们将有宝贵的机会在相似的舞台上与您见面。在诚意最近的日程中，可以看到他要录制另一期嗨周6。诚意在接受路透专访时，一袭深色服装显得格外酷，与前段时间出席场合的造型也有很大不同。在这段时间里，大家都看到了诚意的前卫造型，而且都越来越让人赏心悦目。届时，诚意还将有一场新锐秀与大家见面，这是2种独特的作品。诚意之前也参加过剧场版的演出，但说实话，从他上次的展览中，我能感觉到他真的是一个特别孤僻的人。在嗨周6节目中，观众的协作环境总体上是优秀的。我承认诚意很快就能适应现场的气氛。如果你一边看节目一边看后台，你应该可以选择觉得诚意真的是一个比较呆板的人。由于在好东西中，诚意和杨紫的联系异常规律，可见诚意也是一个极富活力的人。2人之前曾在类似的金融机构任职，我承认他们的机密关系也应该很好。那么，在剧中发布会上，你可以看到2位男主的夏装剧照相近。陈莹和王鹤棣的手艺都是晚春的传人，2位男高手的出名也不是独一无二的。男艺人属于独一无二的类型，绝对不会每个人都不在评价2，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风格，在娱乐圈内几乎是禁止评价的。
因为每一次对比都会引发一些争议，所以绝对每个人都只是默默的欣赏同台的2个帅哥。03欢乐颂3后编剧新作《野蛮成长》来袭，我为赵丽颖捏了一把汗。正如发音一样，没有对比就没有损坏。20不惑2能获得8分以上的超高人气。除了本身的优秀之外，还有额外的朋友如《欢乐颂3》作为陪衬。现实的城市题材或许适合宣扬焦虑，毕竟存在主要是苦难。但考虑到它已经是经过艺术加工的作品，没有太多想在目标市场上筑坝的想法。正如《爱情美味》的导演所说，他做这个展示只是为了喂给目标市场糖果。情节中可能有不快和不快，但我们必须精彩并发现希望。将两者结合起来，可能看起来符合现代审美。欢乐颂3没有通过，明显已经不符合要求了，而且主角们都比其他角色熟练多了。尤其是何敏红，编剧几乎给了他世间所有散漫的破绽。在1-3部分，他的处女现在不再记得不同人的感受了。在全新的一季预告中，他相爱抛弃家人，这个人被骂出了圈子，可他现在已经没有了林有应该有的效果。剧情是这样的，我肯定有点牵扯到编剧的下一部《野蛮成长》。幸福到万家评分7.1，剧情瑕疵不再掩饰，赵丽颖将挑出同类题材。《野蛮生长》改编自安奈的小说。作为真正的作者，他在编剧栏内还有一个电话，他们是否参与了写作，或者现在不再参与，以及替代编剧可以将剧本引出多少，目前还不得而知。但从幸福到万家的排名中，或许会发现一丝相似。创业同样是鼓舞人心的。虽然幸福万家最好的评分是7.1，但它的里程数通常存在缺陷。演绎是专门针对辅助角色的整体表现和结局引出的。原来编剧写和幸福是为了勇敢地追求存在，结果播出后就变成了重生二宝，还算满意。不过从和幸福的角度来看，就很委屈了。赵丽颖按照过去发现的指示，接下相同主题的相同任务，而野蛮成长的最终结果就是一手剧本。因为演员确实是在网上演的，就连欧豪也绝对每个人都注意到了他在懦夫中的细腻。欧豪范丞丞被赞，韩寒书生精神到位，配角一直在演戏。这几天完成的《胆小鬼》是一部令人心碎的杰作。秦离和黄叔这2个小太阳都被残忍地吞噬了一丁点，为了报仇，他们拼了命。当正式介绍欧豪成为男主的时候，绝对是每个人都在抱怨自己演不了天才少年。没想到，在特色电影上映的同时，他对这个人的处理却变得相当细致。尤其是我成为书生之后，我告诉我的哥们，我哥回来了。吃冰棍的天真模样，肯定看起来像是一个已经不再脱离社会的年轻人。刚吵架的欧豪用自己的经历来表现自己，帮人都是当之无愧的演员。野蛮成长将赢得最长的时间，因为它不会上传到区块，并谈论许半夏的老板之路。